印度的国防部长辛格他又说了，他告诉大家，之前所发生的诛杀行动只是预告片，接下来还会有新的一波哦。他是10月18号呢去参观了这个布拉莫斯导弹的工厂，他说呢，这个导弹能够覆盖巴基斯坦的每一寸土地。他威胁说，诛杀行动只是一个预告片。好，当然针对这个辛格的谈话，巴基斯坦立刻反击了。他说，如果真的只是一个预告片，那么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会果断来做反击。好，印度快报特别有说了，辛格是在布拉莫斯航空航太公司工厂首批导弹下线仪式上所发出威胁的。我来请教一下大使，您怎么样看哦？印度现在又说了，诛杀行动只是预告片，那代表接下来是还有新一波吗？没有啊，就是嘴巴讲狠话，实际上实力不够啊。布拉莫斯飞弹又不是新发展的，它能够打多快，能够打多远，大家都知道。那巴基斯坦它有红旗9啊，对。那上一次空战的时候，巴基斯坦的预警机，然后这个航空这个空防导弹跟它战斗机，已经证明优于这个印度了嘛。那双方冲突起来其实都还是蛮谨慎的，因为上次双方大概有120多架战机，双方在各自领空升空，可是都没有越过这个边界线。所以是在2个自己的领空上互相交火。那中国大陆那个巴基斯坦用中国的这个双倍中式武器，叫超视距系统化攻击嘛，这是很清楚的，把印度打得落花流水啊。那你今天你有这个所谓的布拉姆斯这个飞弹事实上巴基斯坦也有啊。你有没有核子弹？巴基斯坦也有啊。所以印度怎么敢呢？对，印度只是嘴巴叫嚣而已，那实际动作上都是很怕死的，所以看印度人吵架，你就会觉得他们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声音很大，嘴巴很会骂，可是呢，真正是一动起手来都不堪一击，那这个屡试不爽，屡试不爽。包括1961年跟中国大陆打这个边际自卫反击战的时候，真的把印度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如果再下去，就打到新德里了。俄乌战场上目前的最新情况了，在川普跟普丁2个人通电话之后，而且还决定即将要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面。现在有人说，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可以说是被卖得很彻底。为什么呢？我们要先来看到乌克兰现在最大的隐忧是，他们有40万的逃兵跑了。有人说呢，兵源撑不过2026，但是除此之外，包含他在跟这个川普的会面当中又重演对骂的场景。因为根据了解呢，川普直接要求泽文斯基赶快接受普丁提出的终战条件，而且还开枪，否则乌克兰就要毁灭。好，根据了解，双方又爆发激烈的冲突跟争执，川普在会面当中不断的咆哮，而且还有丢地图。好，当然呢，泽文斯基现在心心念念川普就是美国同意提供战斧飞弹，现在这件事情可能也没了，因为呢，等一下我们会带大家来听到范斯的最新说法。好，在这个普丁跟川普的部分呢，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传出其实普丁有提出一个新的停战条件，因为呢，川普他就有要求基辅你应该要割让东顿内茨克州，那么呢，顿内茨克其实就是阻止俄罗斯军队迅速向基辅西进的重要防线，所以现在呢，整个停战条件似乎有一点改变。那么川普就施压泽文斯基，你快点接受战斧飞弹的部分呢，可能也没了。范斯到底是怎么样来做回应的？我们带大家一起听听看。Well, I mean,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is certainly hearing that request from the Ukrainians. We know that it's something that they want. That's something the president's going to ultimately decide, but he has not yet made the decision to give tomahawks to Ukraine. 好，来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看目前这样子的局面？其实现在我们真的很明白的就讲了，现在川普跟普丁是站在一边的。对，对于停战的条件，川普是帮普丁在跟泽伦斯基施压，本来讲了半天是要给他战斧飞弹，现在没有了。可见就是泽伦斯基不听话的话，你要的糖就不给你了，不给糖吃了。那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普丁跟他说，你那个顿内刺客一定要全部给我。对，也就是我们讲了很久的红军城那边那一块，一直到了这个所谓的
顿内刺客的这个州的它全部的行政区域。那现在一般来讲，顿内刺客大概还有不到30%的土地还是在乌军的控制之下。那俄军也不愿意花太大的代价去拿下来。那可是就是说，这个顿巴斯地区就2块，这是从2014年就开始打到现在的。那就是说，一个卢甘斯克的话，它基本上100%已经是俄罗军。可是呢，顿内刺客还有大概不到30%的土地还在乌军的贡献这个控制之下。那现在普丁就跟川普讲说，你跟那个谁讲，那个泽连斯基讲，要我们停火的话，你那个顿内刺客全部交出来。我可以给他一点点小土地。他说可以把这个乌克兰南部的土地给他。南部因为有4个州嘛，对。另外还有这些这些这个赫尔松啊，扎波罗热啊。现在大概俄军占的也在70%以上。可是它中间有一条河，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叫什么河？那个河的左岸部分那部分俄罗斯还站在一部分。那所以就是说一些零星土地，我就还给你乌克兰好了。对。可是你这个顿内刺客，你必须要乌克兰全部要给俄罗斯。这个就是普丁叫川普办的。川普想干嘛？你知道？想联俄制中。这是他的大战略。就因为他这个小心思被普丁看清楚了，普丁就说：那这样子，我条件就这样，那你去叫泽伦斯基接受，不接受的话我也没办法。所以川普现在是替普丁在打工，在办事。他帮普丁在跑腿你泽伦斯基算什么？你泽伦斯基乌克兰在川普眼里面就是个累赘。你这些问题你不停火的话，你让我没有办法跟普丁坐下来一起来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大陆。最近有传言说，这个普丁跟这个川普跟普丁提出一个什么建议呢？他说我们在白令海峡你阿拉斯加跟这个勘察加半岛这边修一个隧道两边来结合起来。他都要把这样子做，这样当然普丁不答应普丁为什么要让美国力量进入到我最脆弱的国防部队带？对。可是美国已经想到这一点了，所以呢，美国川普的大战略是什么呢？是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州，再把格陵兰再把它拿下来，美国北美再加上靠近欧洲这整块这一块土地连在一起，还要跟俄罗斯联手，再把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白令海峡那一块那个短点还把它连在一起了。你看它的这个世界的蓝图是这样，然后来怎么样？来孤立打击中国大陆，他的敌人就是中国大陆。可是问题就变成，他现在未能如愿的原因就是说，俄乌战争卡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急于要让俄乌战争赶快结束。那谁付代价呢？就泽伦斯基这个不太受教的这个喜剧演员。那所以在办公室里面就只差没有怎么样拿拿棍子出来打人了，地图也摔了，脏话也讲了。对，那泽伦斯基，我觉得你可以不同意，可是呢，你要打仗的话就要靠美国。你没有美国的话，你看着好了。这个他以前整过他好几次，把你那个所谓的那个这个低轨卫星的这个接收把你cut掉，星链计划嘛，对。然后呢，要不然就变成把你的这个导航设施 GPS 再给你收回来，你还打什么？你防空也没有了，你那个无人机想要去打俄罗斯，你没有导航你怎么打？所以呢，我觉得泽伦斯基这次到华府他不但这个原来美国吊他胃口的这个战斧飞弹拿不到了，我觉得他会受到惩罚。什么惩罚呢？就美国在这个俄罗斯给俄罗斯既有的这些军事援助上面，尤其在防空还有在导航，还有战地通信直管通勤，还有情报这些部分我觉得美国会收手，可能都会动一些手脚，让泽伦斯基尽早屈服，把什么地方顿内刺客给我交出来，交给普丁，这样我可以跟普丁续相他的大业。所以呢，
泽伦斯基啊，真的是，我觉得不要说他的悲惨的下场已经会慢慢会怎么样会实现，他现在已经够悲惨了。正常饮食还是吃不到足够的胶原蛋白，我都额外的补充，要吃就吃最纯的、最好的。旺旺食剂盐德国胶原蛋白生态，原料来自于德国百年大厂，由美国 FDA 最高等级 GRAS 安全认证，是100%胶原蛋白，无添加任何的化学添加物。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西药的成分，吃起来好安心。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吸收效果要好，能帮助银发族维持活力与健康，老人家特别需要补充。对更年期妇女和产后妇女也很有帮助。手术后要修复、要调整体质，吃胶原蛋白绝对没错。另外，想要加强皮肤的 Q 弹、好气色、养颜美容，选粉红色的这一款。想要额外强化行动力，全身上下更灵活有劲的，选蓝色的这一款。要吃就吃最纯的、最好的。旺旺食剂盐德国胶原蛋白生态，请上快点购，输入推荐码有额外折扣哦。